时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，它一分一秒，几天几年，冷酷无情地从我们身边划过。有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，有的时候时间又变得很慢，但似乎没有人能够留住时间。我们今天要寻找小时候的味道，应该说是老板小时候的味道。因为老板呢，从小是北京长大的嘛，北京人从小就爱吃传统糕点，尤其是牛舌饼。但是呢，他就老说长大以后就再也没有吃到过小时候一样好吃的牛舌饼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给他买牛舌饼。这里是台北车站，台北的火车站，这里。哎呦，这个边边上，你看这整个都是糕点。来嘛，这就是玉珍斋。走了一大圈，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玉珍斋啊。这个玉珍斋的本铺啊，其实是在彰化鹿港啊。它已经是有100年历史了，1877年成立的，然后现在还屹立不倒。我们虽然去不了彰化，但是这个台北火车站就有这个玉珍斋。据说他们的牛舌饼非常非常的好吃。我是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啊，这个人的口味也会改变，就很多传统美食一些古早味的东西就渐渐的退出江湖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玉珍斋它既然能矗立不倒100年，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些点心看着就很香啊，很传统哎，薄片牛舌饼。那里边是没有那个馅儿的吧？啊，对，没有馅的。对，它有馅的话卖完了。有馅的卖完了。对，它等下礼拜进货了。嘿，今天这寻找老板小时候的味道失败了，竟然这个牛舌饼这么的受欢迎，还售罄了。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牛舌饼还分有馅儿没馅儿。我也第一次。第一次知道。第一次，因为我从来不知道牛舌饼有那个没有馅儿的，就光是皮儿的。反正我不觉得，不管有馅儿没馅儿，对我来说都是那种特别噎的感觉。你为啥这么爱吃牛舌饼啊？我跟你说呀，今天我看见这个没有馅儿有皮儿的牛舌饼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你知道，在我小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从小是跟我姥姥长大的，而且我姥姥是最喜欢我的，在我们家所有的这些孩子里边，我呢是爱吃点心，从小就馋。对，我们家住在新街口，新街口有个点心铺，所以我们离那儿很近，就走路可能10分钟、20分钟就能走到了。所以我们每周呢，我姥姥是给我买2次点心，因为我从小最爱吃是牛舌饼跟状元饼，但是相对来讲，牛舌饼是我更爱吃一些。我每天下午就吃2块牛舌饼，我姥姥每天给我一天吃2块。对，呵。然后我经常问我姥姥，我说姥姥你总让我吃，你为什么不吃？我姥姥说我不爱吃牛舌饼。但是你知道有一个画面让我到现在为止，我就一直记在我的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有一天晚上，因为我们会把点心装在一个铁盒子里面，然后我看见我姥姥把铁盒子里头的点心渣全吃了，对，她都把它吃了。就这一刻让我就到现在为止，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。当然小时候不懂事儿嘛，所以我就知道我姥姥可能爱吃点心皮儿。对，但是长大以后呢，就是因为我们都工作了嘛，都挣钱了，去什么这儿出差呀、那儿出差呀，都会买各地方的点心给我姥姥带回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姥姥其实最爱吃点心，最爱吃罐头，就是水果罐头，山楂罐头啊、桃罐头。我姥姥每次看到就是我们给她买的牛舌饼带回来，哇，她吃的那个开心啊，真的太开心了，就是。所以这牛舌饼对你来说其实是承载着对姥姥的一个感情啊。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是，我这一生就是一个遗憾的一件事情。这件事你都不知道，我也没跟你讲过。是以前啊，就是因为工作出差要工作差不多1个月吧。我姥姥生病住院了，而且是很重的病住院。然后我们就订最近的航班飞回来，好像在上海从上海飞回来的时候呢，从机场买的点心。然后呢，当时是北京下大雪，然后飞机延误到凌晨3点钟吧，大概反正3、4点钟才到，因为也快天亮了才到北京。到北京以后，我们就下了飞机直接赶到医院，但是我姥姥已经走了。哎呀，一生的遗憾。
所以我们必须给你找到牛舌饼，必须让你吃上玉珍斋的牛舌饼。明天我们出发就去鹿港。要离开台北，前往南部，第一站必须要去鹿港，2个小时15分钟，去彰化鹿港买牛舌饼。小时候吃过的牛舌饼总是那么好吃，甚至几十年后回想起来，还是可以触动和已故亲人的回忆。这时候，时间就是一块老式的牛舌饼。百年老店的口味一定没有小时候吃起来那么好吃，但它却可以让我们的情感有一个落脚点，承载着几代人对亲人的思念，对旧时光的怀念。玉珍斋，哇天哪，这个楼！时间还可以具象化到一砖一石，一房一瓦，一街一巷。老建筑、老街区作为城市的有形历史，传承着城市的气度和底蕴。这个整个小镇的感觉好沧桑啊，但是又非常的有韵味。我感觉1秒穿越到了清朝，就感觉恍如隔世，我甚至都起鸡皮疙瘩了。它的建筑都已经斑驳成这个样子了，但是它还是矗立在这里。你能想到它这些建筑，这整条街的建筑都已经在这里站着上百年了，看着它现在斑驳的样子。下来，乌鱼子。台湾有很多受法律保护的老街古厝，因不同的人文有着不同的面貌。对我来说，台湾的老街是一个进去就走不出来的地方，因为它不仅仅是保留完好的历史古迹，还是现代人认真生活的家园。我们仍然可以在老街看见传统的技艺，吃到传承数代的美食。看到猫咪吗？哦，那猫咪好可爱呀！小七，小七，那是大妈，还有一只小七在那边，一只下，对，有一只在桌子下面，那边的桌子下面。哦，那边的哦，看到了，在那边桌子下面，还有一只猫咪，可爱，还有狗狗，可爱，真棒！您这个老宅啊，这是，真的是好漂亮啊！鹿港老街算是台湾保留比较非常完整的一条老街，非常完整哈。对对对。然后走在这里感觉超棒。是啊。而且每一个房子古香古色，而且保存的特别好，特别喜欢。它是属于古迹保留区，所以它是禁止改建的。哦，禁止改建。对。这样好，这是我特别喜欢来台湾逛各种的老街，就是因为它保存的特别好。是。而且特别有生活的气息。因为它是被受到那个古迹法的约束，所以你不可以随便去乱动它。哦，喜欢，超喜欢，谢谢你，我有空再回来找您玩，拜拜。大的鹿港的老街啊，晚上就是这样的一幅景象，和白天完全不一样。白天是特别热闹的，然后两边的店家都开着，然后到了晚上他们就关上门，回到自己的店里面，这就是他们的家。但是每家每户呢都亮堂堂的，有灯笼啊，有亮亮的灯笼，还有贴着红红的对联啊，就让人感觉特别的有生活气息。百年老街上的建筑可以一下子带我穿越回100年前繁华又热闹的集市。骑着机车从身边呼啸而过的大哥，又可以瞬间把我拉回到现实。我
我仿佛站在平行世界的交界处，一边享受着时间的韵味，一边感受重获新生的力量。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一样，变成了住在时间里的人。这就是老街的魅力所在。这阴雨绵绵，显得这个老街更加有味道了。好有感觉啊！传统古馆，然后对面是小包想要看。这是啥啊？糖果店哦，就是我们会买我们家的美酒，因为。大稻埕的迪化街商圈，为什么叫大稻埕呢？因为它原来是晒稻米的地方。那这个迪化街商圈现在就是南北杂货的集中地，大家进年货都是在这儿进。哎呀，一进来第一个就是扇贝、干贝。据说这里还有很多的布匹店。哟，这个看着手工制作，你看。这什么豆腐乳吗？红豆汤，哇，这个看着好棒啊，看着好好吃的样子。我们能买一个，这个拿不走哈。哎，这个卖豆腐和卖布是一家店，共享一家店。迪茶、四神汤、特制卤包、肉骨茶、黑糖块、牛蒡茶。啊，这个小瓷器店好漂亮啊！这个小瓷器。它做成了小笼包的样子，哎，好可爱。Seasoning jar， 哦，放调料的，太可爱了！天哪，这个应该是放什么盐啊？调味罐。大叶子植物，熟悉哇！哇塞，我好喜欢呀！我天哪，我太喜欢了。这家店好棒啊，有3个部分。哦，后面是做茶壶的，前面是卖茶壶的、卖瓷器的，后面是他做的，有点激动。帮我拉起来 ，OK， 好，然后我们先双手沾湿，连掌心都要。做了一个这个陶瓷，感受了一下，出来以后天都快黑了，整个迪化街看起来就更有味道了。有一个零星的灯啊，火星猴子。
像不像超级马里奥？啊，嘚儿。No Worries Cafe Cocktail， 点个喝的吧。哇，这个好好看。要，嘿，谢谢。苹果，你可以先喝看看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汶水老街啊！我最近特别喜欢逛台湾的各种老街，因为能发现很多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，或者是美食啊。那今天我们看一看这个汶水老街里边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。哎，这个不是刚才在那个公园那个滑梯那儿有一个那叫啥呀？就是一个这个形状。哎，您好。看看，哎，好。做这个茶寿保温的东西。哦，茶寿是保温的。保温的。保温用的。哦。哇，这个好酷啊！看一下。都自己编的了。用手手工做的。您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？啊？您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？55年。55年了。哇，那您真的很厉害，从年轻做到。那您最初是怎么想到是要做这个呀？以前那时候我们这里乡下很落寞，还没有瓦斯啊，没有瓦斯，保温吃的东西没有饮水，那个保温杯啦什么啦，都还没有啊。以前没有啊。我们这里没有瓦斯啊，要烧热炭，烧的比较慢啊。就是从那个小鸟窝那边鸟窝那边拿出来研发出来的了，从那边研发出来。所以这个之前是鸟窝。鸟窝也是在那里研发出来的。我明白了。所以鸟窝它能孵蛋，是因为它能保温。对。然后这个就被您研发出来，变成保温桶了，是吗？对呀。后来我们就做大一点，用棉花布包起来，保温的效果更好。茶泡了放进去里面。盖起来就到8个小时，还是热热的。都是每一个都是您用手工一个个编的。稻草方面的啦。都是自己做的。太厉害了。我看这个已经变成了这一个地区的标志性的东西了，是不是？刚才在那个公园里看到那个滑梯，也是这个形状。对，这个是照我的茶寿的形状做出来的。哇，那说明您在这一带很有名哎。很有名。这是最大颗的哈。对，最大。我可以打开看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哎，这里边是有被子耶。里面有棉花布包起来。那这样就这样更好，保温的效果更好保温。时间比较长。它这棉花好厚啊！真的，这里面是可以放茶壶、放茶，然后可以吃的东西都可以。早点的什么汤啊，什么都可以。客家文化传奇。茶寿、鸟笼甲、保温茶汤的草笼。仔细想一下，人们曾经说的有一门过硬的手艺，全家吃喝不愁的理念，不过是短短几十载之前而已。而在机械化、信息化的当代社会里，很多传统手艺受到冲击，不仅不能糊口，甚至面临退出历史舞台，无法得以传承的危机。传统手艺之所以被称为手艺，它不仅仅有老祖宗智慧凝结出的实用性，还有能工巧匠为其注入了大量的时间，让其变得有灵魂。在实用的同时，还有观赏性。刘奶奶把对家人的爱和对生活的智慧交给时间，做出了一个个实用性和观赏性兼蓄的茶寿，一做就是60年。在我看来，茶寿就是宝藏，就是时间的形状。
应该用。这是我们的铜锣，我们现在在乌来的铜锣艺术工坊。啊，这个声音，哇！刘仙居铜锣铜雕工作室，这面锣呢叫做风锣，风雨的风，所以我们可以听出它的声音是有风声，又像雷声，又像海浪声，一波一波的。现在大家都压力大，需要疗愈放松。那为什么说这样的铜锣可以带给大家疗愈放松呢？现在我敲打的时候呢，您可以将您的手放在前方，感受一下。好强的震感啊！对，有很强，这就是声波哦，声音它的一个震动音频哦。那我们身体里面呢，人体里面70%是水，那当声音传过来的时候，会撞击我们身体里面的水细胞，也会撞到我们的神经和肌肉。那我们身体里的水被它撞击的时候，就会产生涟漪了，就产生波动。会有感觉到，对，那你会感觉到，哎，手脚慢慢的热起来了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循环开始活络了。下午4点会敲响这2面锣。哦，那对面前面是南势溪，南势溪的对岸有一个饭店，叫做富兰朵，它就会在南势溪畔打大神鼓，打大鼓，跟我们做一个回应，这是我们双方约定好。它能传那么远吗？对，我们的锣声会传到对岸去，给饭店的住宿客人观赏。他们的鼓声也会传过来，让我们的住宿的客人呢，除了看到好山好水以外，也可以听到这样特别的声音，然后带给大家放松这样子。我们又称这样的表演叫做时间的地标哦，只要下午4点一到，你就会听到锣鼓声，听到锣鼓声就知道下午4点了。好，然后附近的居民啊，妈妈们就知道啊，小朋友要放学了，要准备做饭了，对，要准备做饭了。哦，这是竹子，对。这里还在滚，看见吧？哇！还在滚，好，滚着。滚了。你可以插着，像橘子就不会跑了。那你可以把它剥开。哇，真的好香哦。对呀。你吃完之后，千万别忘记称赞。好。这个橘子的品种有特别选择吗？这种是我们台湾人称泥柑，就是过年的时候它是它盛产的季节，或者是会叫它桶柑，就是桶子的桶。哎，它是咸的，好吃啊，所以才会止咳。所以吴老师您就是出生在这里的？在这出生长大。就这个地方，您坐的这个地方？就这个地方。哇！就这儿。您做这个铜是祖传的吗？不是。高中毕业之后呢，这个出门去了，这个找个师傅学习。哦。学习大概学了11年吧，11个年头，然后再回来继续。我们的锣的文化呢，最早是从镇头，就是镇头大家就迎神赛会。后来这个镇头用的量越来越少了，所以我就把它导入到了音乐，再导入了生活，因为就是想看看这个行业能不能这个生存下去，活下去。对，后来又把它导入艺术，艺术最后到达心灵这个层次。那现在正在走的就是全方位的，这当然包括这个心灵，因为现在所谓的心灵课程非常的多。对，那我们的这个做法刚好配合。这个真的很神奇，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就这种铜锣，
都是快失传的手艺了，是不是有点？但是没想到，就您会把这个和艺术和心灵，竟然升华到了心灵方面。不过您倒是说对了，这个失传是一定会，因为没有市场，它一定会失传。以后的人可能只有在你们的影片里面看看说，曾经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，然后人类的过程，以后将来你进入到 AI 或者什么的，现在我们所讲的很多东西自然都被淘汰掉了，是，所以它肯定是会失传。可是，在我个人的立场来讲是很可惜的，因为铜锣能够走到这种心灵层次的话，那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投入。那么铜为什么可以使人静心呢？当你注意聆听这个声音的时候，你是被它震撼住的，是震撼住这个当下你是单一的状态，对，我们称为它专注。所以以锣为乐能静心，或者是你想做一些决定，本来是冲动的，冲动的惩罚是刀郎，他不冲动的时候呢，他做的决定就比较不容易出错，因为我们是不断在出错，因为我们人一辈子都在服侍什么？不是我们的情绪。那么最难相处的有谁你知道吗？一个是自己，一个是别人，难免犯错很多。但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有一个方式可以帮助自己把心静下来，把心带回家的时候，重新再出发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铜锣就发挥了这个作用。铜锣不再只是铜锣，我们将锣的声音打造成艺术品，带领人们进入到心灵的另外一个境界。这就是铜锣的文化。报告完毕。此处应有掌声。台湾人呢，因为在最古老有一个道德的规范，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每个人大概都会谨守一个分际啊，不会太过分。这样，这是一个人情味儿。人情味儿，人情味儿。好激动啊！我要打锣啊！好，放轻。那如果你的手腕越轻松，打起来声音会越柔，越好听。因为我们要打15分钟，可是不是持续一直打。好，就是我在凉亭，我会比你，那你就打，没有比就不打。就这么简单。你看我指挥。好。对面的鼓有回音。我们现在要开始做我的小铜锣，先处理这个毛边，我们所谓讲的铜板的毛边。第二个步骤就是让它更细致化，就是用砂纸，去磨刚刚我们捶打的地方，侧面这边也磨一下。对，这个我回去，这就是我的心灵的港湾。心情不好，敲2下。哎呀，太厉害！
晃动太大，你就给它点，你就把它靠着，这样它就不会动，你就可以再敲第二声。好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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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棒了。他本来是住在土地公庙，然后因为你知道过年过节就有放鞭炮，然后他很怕，所以他就跑上来了。你好可爱呀！哎呦，求摸摸是不是？然后你看他的脚有白白的，台湾人会觉得说啊，穿白袜子的好像就是比较不吉利，是吗？对，所以没有人愿意养。哎呦，还有这个，我也是来山上才知道台湾的高山茶。好，谢谢您。所以就把它取回来做筷子，哈哈，收工，可以了。静心法，心烦意乱的时候买给老板，心烦意乱的时候，嘣儿一下，通体舒畅，万事都看开了。这今天这是个养生局啊！刚才那个大锣敲的时候，我感觉我身上的所有细胞都被那个音波震动。浑身通透，太好了，这个真的是太棒了，太棒的体验。咱后半辈幸福都靠您了，谢谢。还有大家，吴老师后半辈幸福就靠大家了。是的，发扬中华文化，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哎，欢迎大家来找吴老师喝茶，吃烤橘子，太棒了，谢谢您，谢谢，拜拜。告诉我了，能不能学成就是我的问题了。看我晚节不保。哎呀！哇，袅袅的炊烟带着木柴的香气在空中舞动，表面微焦的烤橘子冒着热气，发出欢快的滋滋声。铜锣的声音如同一波波涟漪，在山间荡漾开来。这里是铜锣大师吴宗麟先生的一辈子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用将近一辈子的时间去坚持做一件事。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科技发展，使得许多传统工艺逐渐被边缘化。害怕晚节不保的吴宗麟先生，也无时无刻不再担心他所热爱的流传千年、承载着老祖宗智慧的传统工艺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。没有市场就一定会失传。所以吴宗麟先生在坚持精湛技艺的同时，还追求不断突破与创新，把铜锣从一件简单的打击乐器升级为能够演奏国际标准音的艺术品，最终与身心契合，成为疗愈佳品。很惭愧地说，曾经的我对于铜锣的了解仅停留在婚丧嫁娶、店庆开业，甚至觉得锣是一个很吵的乐器。没想到2个烤橘子的功夫，我了解到每一面锣的制作是要经过千锤百炼、反复积累的，要注入大量的耐心、爱心、诚心与真心。亲自感受了不同铜锣的声音，我发现铜锣声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表达，有时轻柔如春风拂过，温和而柔美；有时激越如狂风骤雨，激荡人心；有时又深沉如山川，庄严而肃穆。每一次铜锣的响起，都能勾勒出一幅生动的画面，感受着文化的底蕴和生生不息的力量。I could sit around and wait all day. You lay easy on my mind, like a candle I just burn away. All we really have is time. All we really have is time. I don't wanna waste it on anybody. Take it with them.
沿途的美食，再停下脚步。迎宾饮料，酸酸甜甜，咸咸冰冰，还挺特别的。这个植物，这个食物，它居然是活的，它插在这里面，然后有一根老桩下来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哇，这个造型好厉害啊！ You are brighter all the time. And I don't wanna waste it on anybody. Take it with anybody but you. 猜猜这个铜锣是谁做的？是我们吴老师做的哟。富兰多酒店标配有我们吴大师。 铜锣大师做的铜锣，咱们在乌来拜访吴老师的时候，就知道他的铜锣和山下的富兰多酒店的鼓声交相辉映，会做一个表演，每天4点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肯定富兰多酒店也展示了咱们吴老师的铜锣。时间总是悄悄地从我们指尖溜走，不知不觉我们就长大了。 不知不觉，父母就变老了。不过还好，时间以各种形态被完好的保留在我们身边。只要你稍作用心，就可以发现这些承载着浓烈情感却偷偷逝去的时间有迹可循，就可以发现这些时间的形状是我们传承和铭记的力量。Like a candle, I just burn away. All we really have is time. All we really have is time. I don't wanna waste it